我一睁眼，闻到的不是家的味道，是算计的味道。骄阳，你别怪妈偏心。明珠身体弱，受不得乡下的苦。赵家那个病秧子沈耀家底厚，你嫁过去是享福，下乡名额就让给明珠，好吗？我还没开口，眼前先飘出几行字，原来这不是做梦，是穿书。这当妈的不是偏心，是要我的命。程明珠重生了，知道沈耀以后会成商业大佬，故意换亲，想让我去红旗村送死。我快穿局全能真千金，居然穿到了这种任人拿捏的小可怜身上。姐姐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可我真的怕。你要是愿意把工作名额也给我，我这辈子都感激你。想要我的工作，还要我替他下乡，脸皮厚到这个份上，我都替他累。还要我替你下乡？你怎么跟你妹妹说话呢？家里养你18年，供你吃穿，你报答一下怎么了？报答？行啊，那就先把旧账一笔一笔算清楚。我在赵家当牛做马18年，你们每年只给几块钱生活费，按现在的伙食、衣服、鞋袜算，1个月起码10块，1年120，18年2160，再加上我被调包受的罪、工作名额转让费，还有替程明珠下乡的卖命钱，一共3万块。拿钱，我今天就签下乡志愿书。3万？你疯了！你这是抢劫！家里哪有这么多钱？他不是没钱，他只是舍不得把钱花在我身上。没钱？程家在沪市大小也是干部家庭，这点钱拿不出来？那行，我不下乡了，我现在就去街道办举报，说程明珠恐吓亲姐姐，意图逃避下乡安排。不能让他去举报，万一闹大了，我的名声就毁了。既然他们怕闹大，那这把刀我就握稳了。字我签了，地点黑龙江红旗村。明天早上我要看到3万块现金和相应标据，少1分我就把这字撕了，再带你们去保卫科坐坐。这一局我要的不是争口气，是活路，是启动资金，也是跟程家彻底割马。明天拿到钱，我就去找真正的机缘。第2天一早，钱到了，他们恨不得我立刻滚出这个家。存折里有2万8，剩下2000是现金和票据。程娇瑶拿了钱滚远点儿，以后死在乡下也别回来求我们。何以解忧，唯有暴富。这3万块是买断咱们18年的亲情，从今天起，我跟你们程家没半毛钱关系。抢了钱又怎样？真正的未来首富还是我的。他以为抢了沈耀就是赢，可惜他根本不知道，红旗村才是真正的宝库。城北废品站，男主的机缘玉佩就在一个破木盒里，被人拿来垫桌脚。3万到手，第一件事，先把系统抢回来。师傅，这破盒子卖吗？你要这玩意儿干啥？没这盒子垫着，桌子得塌。我买个新的给你换上，再给你一点跑腿费，这个盒子归我。拿走，拿走。盒子里那块玉佩灰乎乎的，像个地摊货，可真正值钱的从来不是外表。3跪9叩，请系统归位。
成了。有空间，有灵泉，有洗魔丹，我这条命算是真正握回自己手里了。程家，程明珠，你们的报应还在后头。既然要走，就不能空手走。程家欠我的，能拿多少是多少。爸，我要走了，拿几样不值钱的东西当念想，不过分吧？你又想闹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再动一下，我就让你这辈子都抬不起手。钱、系统、古董全到手，接下来该去红旗村了。半个月后，我站在了红旗村，这里不是穷，是一眼看不到头的穷。程骄阳，你胆子真大，居然敢申请到这儿来。他一路都在打听我那3万块，可惜我的钱他一分都别想碰。村长，我以前在城里学过记账和分拣，听说咱们村药材多，我想申请当废品收储员和中药采抄员。哟，这可是个累活，得满山跑。你真愿意？愿意。名正言顺的跑山，才能名正言顺的薅系统的羊毛。红旗村背靠大山，地薄，可山上全是宝贝。只是今天我先捡到的不是药材，是人。左前方沈耀受伤了，他在杀野猪，腿被撞断了。滚！这就是沈耀，程明珠上一世抢着要嫁的未来商业巨鹿，现在的他离死只差一步。别动，再折腾，你这条腿就废了。这个女人不怕我。你给我打了什么？救命的药。我是新来的知青，也是个大夫，你这腿我有办法治。这种时候，救命比示好更有用。只要他活下来，这条线我就搭上了。我也不是白救你，听说你家博古通今，手里有地方志和老物质，我救你的腿，你教我认山里的宝贝，怎么样？他答应了，不是信我，是他没得选。好，可对我来说，这就够了。来到红旗村的第一天，我带回来的不只是一个人，更是未来最重要的依靠。我把沈耀扶回了牛棚，未来大佬现在住的地方，比我想的还寒酸。你要看什么物件？真正值钱的，往往都躺在最不起眼的地方。这个借我使使，垫个脚。这是定金，以后我每天来给你换药。你的腿1个月内，我让你能下地。你到底是谁？救命、送粮、识货，还会医术，换谁都得怀疑我来路不正。一个想在红旗村发财的人，沈耀，跟我合作，你稳赚不赔。灵泉加系统药剂，沈耀的伤好得快得惊人。几天功夫，他已经能拄拐下地。
你进来不敲门？敲了，你水声太大没听见。身材不错，肌肉挺结实。她一个姑娘家，怎么什么都敢说？这是什么？存折，这是我这些年在黑市攒的所有积蓄，你收着。给我干什么？你救了我的命，还照顾我妈，这些钱先给你，不够我再去弄。我真名叫傅耀，沈氏随我妈姓，以后我的命是你的，钱也是你的。我见过很多人嘴上表忠心，第一次见有人把存折直接塞过来。行，那我就先替你管着。不过这1200太少，我带你去赚大的。合作到这一步，才算真正开始。在红旗村收废品是个很有前途的活，尤其当别人把宝贝当垃圾的时候，外面是猪粪，里面是真货，上架系统5000万起步。老赵叔，这块石墩子形状不错，我拿回去电锅台，2毛钱，换不换？2毛？你这丫头真抠，5毛拿走。没天理了！城里知青抢我老太婆的命根子！程骄阳，你偷了我家宝贝石头，还打断了我的腰！ 18年前调包我的是他，现在碰瓷我的还是他，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怎么回事？赵老太说程知青抢他家宝贝，还把他撞断了腰，可那看着就是块烂木头啊。赵奶奶，你说我打断了你的腰？就是你撞的！哎呦，我瘫了，我下半辈子都毁了。刚好我学过针灸，腰断了没关系，我扎一针，保证让你立刻好起来。断腰的人能跳成这样，除非他骨头是弹簧做的。大家看清楚了，赵奶奶这身手去公社表演杂技都够了，哪像断了腰的样子？赵老太，你这也太缺德了！为了骗钱，连脸都不要了！胡闹！这一趟我不但拿到了宝贝，还顺手把赵家的脸踩进了泥里，赵家欠我的账也该一笔笔清了。总算有本钱干大事了。有钱只是开始，真正能让我站稳的是本事。空间里1分钟，外面1天，我把自己生生逼成了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。你要的红旗村地方志我给你弄来了，你这几天色色变了很多，皮肤白得像雪一样，可能是山里的风养人。老村长的风湿犯了，疼得在家砸墙，你去看看。程知青，你真能行！公社卫生员都说这治不好，只能熬着。能不能行，扎了就知道。哎呦，热了，腿心里热乎了，不疼了，真不疼了。老天爷呀，真神了！每天一副，连喝7天。今年冬天这条腿不遭罪。我名声刚起，村里就来了一批大人物，为首那个老头是国家农业科学院的唐老。快叫医生！弹幕给了答案：急性出血性坏死性胰腺炎。都让开！这时候没西药，只有我能救，是大夫。不准靠近！他撑不过3分钟了，你想看着他死，就继续拦着。
给我1碗清水。灵药稳命，金针吊魂，人只要还有一口气，我就能把他拽回来。好险！小姑娘，你这一手针灸救了我的老命啊！唐老，命先保住了，后面还得静养。人救回来，真正的交易才开始。唐老，红旗村这片地虽然荒，但生态适合中药材，我这里有自己改良的高产种子，想请您过目。这是跨时代的研究，丫头，你愿意把这些交给国家吗？当然，但我有个要求，在红旗村设立中药生态基地，我来做技术负责人。我要带着这石平台一起致富，利国利民。好，我亲自写引荐信。他不是普通乡下知青，他是真能改命的人。从这天起，我不只是红旗村的神医，也是基地未来的主人。可基地还没落地，麻烦就已经在路上了。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要。基地不养闲人，想进来先去地里种3个月药材，能吃苦的再跟我谈。程骄阳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我舅舅可是市里的。滚！沈妖，送客。你疯了！我的地方，我来做主，谁来都一样。我不用你治，让我自生自灭。你是个军人，贪了就想死，你对得起那身军装吗？你干什么？今天要么你站起来，要么我把你这2条废腿剁了喂狗。感觉到疼了吗？感觉到疼，就说明你还没死透。站起来，唐子琛，握住我的手，站起来。我有感觉了，程骄阳，我有感觉了。身材一般，想当我的保镖，就赶紧把肌肉练回来。我亲眼看见他半夜钻进沈耀的草棚子，这种作风不正的人，凭什么当基地负责人？基地越做越大，眼红的人也多。最先跳出来的是周秀秀，他想把我架上火烤，那我就让他自己把真话全吐出来。周秀秀，说完了吗？讲累了吧？喝口水润润嗓子。我不喝你的东西。怎么，怕我下毒？当着这么多干部的面儿，我能干什么？系统出品吐真剂，无色无味，神仙都扛不住。周秀秀，你刚才说我搞破鞋，是真的吗？假的是我嫉妒你，凭什么你能开机，我却要下地干活？是我让胡明去偷试验田的种子，结果那蠢货没办成，我就想搞臭你的名声。对，他还答应我，只要弄走程骄阳，就把转正指标给我。他肚子里怀了我的种，不敢不听我的。不是我说的，你是鬼杀神！他想污我清白，结果先把自己扒了个干净。救命啊！我的孩子！我本来可以不救，但医者仁心，不代表我会让他死得痛快。虽然你很恶心，但医者仁心。带走，把这2个破坏国家科研基地的坏分子都带走。一杯水洗干净了我的名声，也送走了2条疯狗。他从来不需要别人替他出头，他自己就是最大的底气。可我知道，真正难产的还在后面。骄阳，跟我回去。明珠哭了好几天，说想你了。爸妈也反思了，只要你把那个超级种子的专利交给家里，爸就安排你回城当副厂长。程景安，你是不是出门没带脑子？我是你亲哥，家里这是为你好，你在这种破地方能有什么前途？
打我？打你就打你了，难道还要挑日子吗？程家那点家底我还看不上，回去告诉前方别再来恶心我，否则下一次我直接送他去见老祖宗。这辈子你就当个哑巴吧，反正你那张嘴也说不出什么人话。签字，按手印，这是你们这些年欠我的利息。程家和我之间最后那点虚假的血缘也彻底断干净。滚！可程家不会就此死心，越到绝路，他们越会发疯。程家刚消停，赵家又坐不住了。他们听信程明珠的话，以为基地仓库里藏着金子，等火一烧起来，咱们就趁乱把种子搬走。城里那小姐说了，一箱能换一套大洋楼。蠢货，他不知道围墙后面早就有人等着他了。夜里放火偷国家种子，这回他就是想赖也赖不掉了。偷种子纵火未遂只是新账，旧账我今天也要一起清。赵老太，18年前你在产房做了什么？我就是怕程家有钱，我故意把你和程明珠调包，让他们亲生女儿去。太好了！检查不是人，全部带走，按盗窃国家科研机密罪、纵火未遂罪重判。真相一出，赵家算是彻底完了。赵家害我18年，总得连本带利吐出来。玻璃中紫罗兰翡翠，这一匣子值3亿8千万。赵家完了，程家也快了。可真正让我兴奋的不是报仇，是我手里的筹码越来越重了。他不是在翻身，他是在一步步坐上别人一辈子都够不到的位置。而下一步是把红旗村彻底变成我的地盘。赵家一倒，红旗村彻底热闹了。谁都知道，我现在这不是一般人。程主任来了，俺也去基地上工呗，俺也去得快，绝不偷懒。想进基地可以，先去培训班登记，识字、记账、药材分拣。考过了再上岗。我不要只会卖力气的人，我要的是能把红旗村撑起来的人。好消息，省里批文下来了，红旗村中药生态示范基地正式升级为省级重点试验站，你这个负责人转正了。从下乡知荆青到省级试验站负责人，不到1年。这个速度放在哪儿都够炸裂。机械图纸，这才是真正的大礼。省里过几天还要来人考察，带队的可能还有护士那边的领导。护士，程家那边大概也该坐不住了。哎，程主任，城里来电话了，找你的，特别急。程骄阳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哦，原来是你啊！怎么，未来首富没嫁成，来找我哭诉了？你闭嘴！沈瑶本来就该是我的，如果不是你搅局，早就踩着我上位，舒舒服服当阔太太。他急成这样，说明程家那边果然出事了。爸出事了，他被举报收受贿赂、侵吞公家财物，现在正在接受调查。你不是挺有本事吗？去跟唐老说一句，
只要你愿意帮忙，程家可以接你回来，之前的事一笔勾销。第一，我跟程家早断干净了；第二，你爸出事关我屁事儿；第三，你们最好祈祷这事儿查不到我头上，不然我顺手再补2刀，你们连哭都来不及。他们到现在还以为我会顾念那点血缘，真是蠢的稳定。紧急支线任务，有人窃取我名下科研成果，再顺手把脏水泼回我头上。很好，程家不只是求我，他们还想害我。既然他们嫌自己死得不够快，那我就送他们一程。3天后，省里考察团到了。红旗村难得这么风光，连路都被临时平整了一遍。这个人我认识，护士轻功系统的一把手，程父以前削尖脑袋都想攀的人。你就是程骄阳？是我。年轻，有胆色。领导过奖了。这块地土壤酸碱值稳定在 6.2 到 6.5 之间，黄芪存活率93%，药效保留比例比野生样本高出2成。系统给的是底牌，落到现实里，我照样能把逻辑讲得滴水不漏。你这些数据怎么这么完整？这套低成本培育模型是你自己做的？对。领导，不好了，种子库那边出事了。领导，我怀疑有人利用试验站名义非法倒卖国家科研种子。人我不认识，弹幕认识。吴庆，程家塞进考察团的棋子。程骄阳，你怎么解释？解释？好啊，我最喜欢拿证据说话。你这是什么东西？抓贼的东西。怎么，吴同志对自己的英姿不满意？把人控制起来！不是我，是程家，是程家让我干的。他们说只要搞垮程骄阳，就给我安排护士工作，还给我5000块。好，连顺藤摸瓜都省了。程家是坐不稳了。考察团风波后，我没再等，该去护士收债了。这次回去，我不是认亲，是收割。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们。怎么？不欢迎债主上门？都是你害的我！我害你？是我让你栽赃我了，还是我让你做梦都想抢别人的人生？你重生一回学会的就只有算计和抢。你怎么会知道？这一下算是彻底坐实了，他最大的秘密在我这儿根本藏不住。我今天来只给你们2个选择：第一，程家名下那间快倒闭的纺织厂，连同仓库、设备和职工名单一起转给我，债务我接1半。那厂子是我们家最后一点根基。哦，那你们也可以选第2条。我欠。从这一刻起，程家最后一点能喘气的东西也归我了。别人看见的是烂摊子，我看见的是现成的工业底子。拖欠的半个月工资现在补，从今天起，东风纺织厂归我，愿意留下来的工资照发，奖金另算，不愿意的现在领补偿走人。我叫刘春兰，车间组长。我留下，只要你真管工人死活，我这条命都能卖给厂子。命不用卖，活干好就行。安顿完工人，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开会，是下地下室。你不简单，彼此。行了，2位，再互相试探就收费。
自动织机改良图、染色流程优化图、小型缝纫机结构题，还有上百根金条，不是烂场，是宝库。启动资金有了，你就不怕？怕什么？金子、图纸、机器，任何一样放出去都能引来人，那就赶在别人反应过来之前，把他们全变成我的实力。红旗村是根，护氏这家厂就是我往上爬的第2只手。这是咱们厂织出来的，不然呢？天上掉下来的。程厂长，你这布要是能稳定供货，明年的份额我都能先给你留着。稳定供货没问题，但价格要涨2成。2成，这也太贵。你可以不签，反正除了你，想拿这批货的人不少。傅耀同志，现在越来越像贤内助了。别乱说。我哪儿乱说了？能打，能查账，能跑渠道，这不是贤内助是什么？如果你愿意，也不是不行。平时闷得像块石头的人，真开口的时候，倒是一点都不拐弯。行啊，不过想当我的人先排队。那我排第1个。